大家好，我们是随阳随报。今天想看部好电影吗？这一次要介绍的是受到了高度期待的悬疑惊悚电影《我们 Us》。如果你还没看过电影的话，我们可以先告诉你结论：这是一部蕴藏着深意、会惊但不吓的电影。故事最后的揭晓虽然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还是会让你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惊喜感。导演 Jordan Peele 呢，也就是《逃出绝命镇》Get Out 的编导。靠着小成本制作，却创下了超高的票房与口碑。绝妙的剧情转折以及埋藏的隐喻，让许多人看完之后觉得脑洞大开，也让 Jordan Peele 一举拿下了当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殊荣。而今天要介绍的我们，也延续了 Jordan Peele 的悬疑嘲讽风格，打造出一个恐怖的现代寓言故事。不过在观影时，也因为整部电影埋藏了许多线索，使得我们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好像在黑暗中破解谜题一样，又害怕但又想要继续。所以今天的节目呢会不太一样。首先我们会先介绍剧情大纲以及电影教了我们的事，接着我们会解读电影里面的重要元素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最后呢，我们则会整理出电影里面预埋的转折提示。相信有了这些资讯，不管你是还在犹豫要不要看这部电影，或是准备二刷的观众，都会让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编导的用心哦。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借由讨论剧情来分析这些隐藏的深意，或是已经看过电影的话，那就请继续看下去吧。不过在开始之前，请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下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新影片上线时的通知咯。电影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个小女孩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上正播着一支宣传着1986年美国为了消灭饥饿而募款的广告。当晚呢，她跟着爸妈一起来到位在美国加州 Santa Cruz 的海滩上的游乐园。因为好奇呢，她一个人来到了一间充满了镜子的恐怖屋。在那里，她看到了一个令她不敢置信的景象，一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女孩。那天晚上的经历似乎对她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让她一度说不出话。一转眼，小女孩 Adelaide 已经长大，有了一双儿女跟丈夫的她，再度回到了 Santa Cruz 的海滩上度假。不过童年的阴影一直影响着 Adelaide， 也觉得那个跟她长得一样的女孩似乎在追赶着她。果然，某天晚上，4个陌生人闯入家中，制服了 Adelaide 一家。但让他们最感到惊恐的是，那4个人竟然跟他们4个人长得一模一样。随着剧情发展，我们发现原来在美国的地底有长达数千公里的地下通道，不知道从几时开始，有人在那里进行着恐怖的实验，复制出人类，并且试图透过灵魂的连结来控制住在地上世界的本尊。但是实验失败，地底的复制人不只无法控制本尊，反而因为残破的灵魂连结，使得他们像行尸走肉一样，只能够像个影子，按照本尊的意志在地底行动。实验失败之后呢，这群影子就被丢弃在地底通道，过着没有自由、没有希望，甚至没有思想的悲惨人生。直到那一天 ，Adelaide 的影子跟本尊相见了，才让他们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经过了几十年的准备，他们终于来到地面上，除了想要杀死本尊，夺走他们的人生之外，也计划要效仿1986年的那一次慈善活动，借由手牵着手形成人链，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我们觉得这些影子其实是在影射每个人心中不为人知的黑暗面，如同电影里面所说的 ，Adelaide 的影子呢，曾经多次表达过自己内心中的怨恨。当 Adelaide 抱着柔软的玩具的时候，自己只能够被剪刀割伤；当 Adelaide 吃着美味的大餐时，自己只能吃着生冷的兔子肉；当 Adelaide 嫁给白马王子时呢，自己只能委身给 Gabe 的影子。不过，就算是活在地面上的人类呢，过着舒适的生活，却也会互相比较。像女主角的先生呢，就会向友人炫耀自己的破船，也对于对方炫耀自己的新车呢，表达了不满。这样的设定似乎是在暗示，虽然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但有太多的人却在各方面都受制于人，不管是经济上、思想上还是肉体上，都会羡慕他人，不满于自身所拥有的。就像影子们虽然有自己的意识，但是却因为受到本尊控制而只能过着身不由己的人生，而这也让我们感受到，太过在乎别人的人是没办法过好自己的人生的。You can't focus on living your own life if you care too much about other people. 不过这部电影最大的转折是当最后一切尘埃落定， Adelaide 成功杀死了影子之后，我们看到他一面开着车一面回想，原来这个 Adelaide 呢，才是当年从地底下逃出来的那个影子，在恐怖屋见到了自己的本尊之后动了心念，出手把本尊掐昏之后呢，带回地底，自己则回到地上取而代之，从此过着本尊才能拥有的人生。
不过知道真相的他内心却还是很担心，害怕本尊总有一天会回来找他，因此表面上虽然幸福，但却时时提心吊胆。果然如他所料，本尊在被困在地底之后，处心积虑的想要回到地上，抢回自己被夺走的人生。而 Adelaide 处理自己的做法呢，也告诉了我们，把过去埋得越深，浮现时的伤害就越大。The deeper you try to bury your past, the greater you'll get hurt when it surfaces. 我们前面提到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一个恐怖的现代寓言故事，原因就是里面的许多设定，其实呢影射了编导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有着许多批判性的洞见，而我们观察到的这些想法，也都在观影之后的研究中串联起来了。电影一开始，女主角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是一个叫做 Hands Across America 的慈善活动。Hands Across America 按照字面上的翻译呢，是携手横越美国的意思。这是发生于1986年5月25号的一个美国大型慈善募款活动。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呢，有超过500万人参与，每个人手牵着手15分钟，从东岸串联到西岸，穿越了10几个州界，一起为饥饿、无家可归的游民贡献心力。当时许多的名人呢，皆一起共襄盛举，像是 Oprah、美国平权领袖马丁·路德的遗孀，还有他的家人。其中，美国总统雷根呢也参与了此次的活动，却遭到舆论的批判，说作为总统呢应该有实质的政策作为，而非在镜头前面参与慈善活动。此项运动的另一个争议就是参与签署的民众呢，每个人需要捐出10块美金，但最后主办单位扣除成本捐出的金额呢只有1500万美金，跟原先的预期呢有极大的差距，也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争议。在 Adelaide 小时候造访海滩乐园时呢，曾经见到一个貌似游民的人，手上拿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 Jeremiah 1111，也就是圣经耶利米书的第11章第11节。而这段圣经的隐喻呢，也出现在电影的许多地方里。耶利米呢是在摩西之后的先知，约生于西元前6世纪。这个章节呢，就是旧约记载神透过他向当时背弃信仰与犯罪的人所警告的话语。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富有爱心的他，即便苦口婆心地告诫当时沉沦的犹大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若再不听从神的话语，将会亡国。但他却被攻击、唾弃，最终呢，也亲眼见证了神的灭国预言。而你有注意到吗？就在 Adelaide 一家遇害的当晚， Adelaide 在儿子的房间也看到时钟显示着11点11分，当时就已经预示了之后的腥风血雨。我们认为身为复制人的影子，其实就是在影射现实世界里的游民。电影里面说，住在地底下的影子们的行为会受到上界本尊的行为影响，这就是在暗讽现实社会中，在社会最底层挣扎求生的游民们的一切都仰赖上层的人们。上层的人呢，吃剩的他们才有的吃；上层用剩的他们才有的用。另外呢，影子们不会说话，只会发出有如野兽一样的叫声。这个设定除了凸显影子们令人害怕的形象之外，也是在暗示现实生活里活在底层的游民们是没有任何的话语权的，即便发表了意见，也不会有任何的人想听。最后呢，当影子们第一次露面时，被问到他们是谁时，竟然面带微笑地回答了：“我们是美国人。”电影的第一幕，我们看到的是一只兔子的眼睛，接着镜头慢慢的拉远，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兔子被关在一个个笼子里。后来答案揭晓，我们跟着女主角到了地底设施时呢，也看到无数被释放出来的兔子四散在各地。兔子是最脆弱的一种猎物，同时呢，也是少数被成功以科技复制的动物。它们能够快速的大量繁殖，又温驯好控制，这也是在影射住在地底的影子们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兔子一样，只能够任人宰割。另外，兔子洞呢，也是一个常被提到的比喻，原本出自于《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里面，用来形容一个和上界隔离、超乎想象的不同世界。来到地里的影子们，除了令人不敢直视的表情之外，最恐怖的特征呢，就是人手一把的标准配备金色大剪刀。我们觉得导演选择剪刀作为影子的武器是有很深的意义的。第一，比起刀或枪，剪刀呢比较像是个日常生活工具，因此作为武器时多了一种反差感。第二，剪刀的设计呢需要两个一模一样却左右相反的半片刀刃合在一起才能使用。
这个设定呢，就是在暗示影子跟本尊其实是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虽然左右相反，但缺少了彼此就无法作用。第三，电影里面的剪刀把手部位看起来像不像是两个背对着背的人头呢？ Adelaide 的儿子 Jason 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戴着一个面具，然后呢时不时的会拿下又再戴上。面具的意义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一张用来掩盖真实样貌的假脸。而 Jason 穿脱面具的行为呢，是在隐喻人们在不同的时候会选择露出不同的自己。另外，电影的最后，当 Jason 似乎察觉 Adelaide 的真实身份时，他缓缓地拉下面具，似乎是在告诉观众跟妈妈：“我知道你的秘密，但我不会说出去的，我们就心照不宣，继续假装吧。”一部优秀的电影，除了剧情本身吸引人之外呢，也常常让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回想整部片的各个细节时，发现原来很多关键剧情的提示早就已经很巧妙地藏在电影里的各个地方了。就像是 Adelaide 才是影子的这个事实，在电影的许多地方呢都已经先暗示过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细数一下这些暗示，看看聪明的你发现了多少呢？当小 Adelaide 的父母发现他失踪之后变得不会说话，在心理医生的诊所里，他的表情却并不是惊恐，而是像是在观察似的注意着大人们说话的内容。当镜头转到现代，长大了的 Adelaide 在车上教着儿子跟着音乐打拍子的时候呢，他打响指的节奏明显没有跟上音乐的节拍，似乎是在暗示音乐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出自本能的熟悉。所有人对于影子都非常的害怕，但是 Adelaide 曾经不止一次表现出对影子们的关心，包括了当女儿的影子卡在树上时，她曾经想要伸手安慰，以及当儿子的影子被火烧死时呢，也曾经发出惊呼。朋友 Kitty 的影子曾经想用剪刀杀死 Adelaide， 但当他靠近她的时候呢，却似乎察觉了什么，最后仿佛强忍着冲动一样住手了。或许 Kitty 的影子呢，发现了眼前的这个人其实也是个影子，所以没有杀他。Adelaide 用手铐把自己的影子杀死之前呢，影子曾经吹了 Adelaide 小时候爱吹的那一首口哨，而 Adelaide 则反而发出了像其他影子一样类似野兽般的嘶吼。当儿子被救出来的时候 ，Adelaide 原本想伸手去摸儿子，但儿子却颇为抗拒。或许当儿子被影子抓走的这一段期间呢，影子已经告诉了他真相，所以后来在车上时呢，儿子才会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看着妈妈。除了以上的这些之外，你是不是还发现了其他的提示呢？也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看完了今天的节目，你是不是对这部电影有了更多的了解呢？这部电影真的很特别，恐怖之余却暗藏了不少笑点，让整个电影院里面充满了被吓的尖叫声以及被逗的大笑声，也使得整个观影的经验呢非常的有趣。虽然这是一部恐怖片，但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电影里的气氛的营造呢大过画面上的尺度，所以即便你不是这么喜欢被吓，却还是能够从这部片里面得到极大的娱乐以及满足。这一部很特别的优质作品，推荐给你。我们每周都会有新影片上线，不想错过的话，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要按下小铃铛哦。